这次我们来介绍我们铃兰之剑的新角菲娜塔。职业防御者，能走3格，阵营铃兰之剑、时空旅者和列阵如灵。光环将显示于荧幕上。个性分为上下2部分，上半雷打不动，下半动不打雷。额外技能虚空投影，命运刻度初始6，行动结束时增加4，每次绕过12为1圈，增加1个虚空投影次数。自身可透过虚空投影的召唤物释放技能。自身和召唤物附近3格所有非召唤物己方都可以获得时空漫游。时空锚点有一个很神奇的特性，就是当我使用次元飞弹时，召唤物必须处于次元飞弹的路径上。但是假设我使用的是星辰坠落、世界更始，则能够直接从虚空投影身上直接使用技能。这些角色在范围内就会获得时空漫游的能力。但假设一离开就失去了。下半随星数提升的能力则显示在荧幕上。虚空投影、瞬发、支援、射程1到3，对地面。召唤一个虚空投影，继承 20% 基础属性，不可操控。初始使用1次，此召唤物只会正面受击，无法被援护防御，无法被优先攻击，无法阻挡敌人。拥有不屈，回复 100% 生命，并受到归于虚空。归于虚空效果是不算入场上虚空投影的数量，而当前回合结束后离开战场。时空漫游，可在符合条件及存在合适的虚空造物时释放以下技能：虚空穿梭和时间回溯。时空漫游，可在符合条件及存在合适的虚空造物时释放以下技能：虚空穿梭和时间回溯。虚空穿梭，瞬发、支援，射程虚空造物旁任意2格，对地面，待机时触发，传送到虚空造物旁，并可再行动。释放技能后锁定5回合，内建 CD， 并获得潜能解放和时空漫游。菲娜塔释放召唤后可使用本技能，且锁定时间为1回合。时间回溯，支援，对单位，选择无归于虚空的虚空投影，使其获得归于虚空。自身位置、血量、能量 CD 复原至行动开始前。释放后获得2回合时间锁定，潜能激发，1次伤害锁定。菲娜塔自身释放后获得再行动和1点能量。従わなきゃダメ。望みのままに。変異を修正。終焉。そして変革を見よ。感謝する。変異を修正。終焉。そして変革を見よ。感謝する。那身心建议起码2星，但我觉得最好到5星啦，它累积命运刻度到12的速度比较快。次元飞弹穿透，射程1到410字，对单位，造成穿透伤害并击退2格。透过施法锚点释放本技能时，击退依照施法锚点判定，且伤害提高20%。男性、従わなきゃダメ。释放技能后，下次释放本技能或星辰坠落、世界更始时，能量消耗减2，伤害翻倍，对初始目标伤害额外提高3倍。
拥有附属被动，自身个性基于距离造成的攻击加成效果翻倍。基本上这个技能啊，如果要打伤害的话，一定要带。感謝いたします。第一阶左边心灵之光 Pass， 右边自虚空而来，技能召唤虚空投影的初始可用次数额外加1，选右边，这个在低星能够使用。第三阶左边领航信标时空旅者大光环，场上所有拥有时空漫游的己方，攻击前获得2回合斜攻防及免疫属性减益。所有时空旅者的己方使用时间回溯或虚空穿梭后，攻防提高 15%， 持续至战斗结束。右边星辰坠落，世界跟死一样，不对，穿透射程1到3对单位，造成穿透伤害，并向目标范围3格内弹射。弹射时，范围内没敌人则向范围内虚空投影弹射，不计算次数。每一个虚空投影可额外弹射1次，最多5次。每次弹射可增加 10% 伤害，最高 50%。以施法锚点释放后，会优先弹跳至其他虚空投影累积倍率，再弹跳到目标上。每当虚空投影受到归于虚空时，下次释放本技能时将触发最大伤害提高，弹射数量提高，释放技能次数可累积等效果。第五阶左边防御建设 Pass， 星海的涟漪光环。场上所有拥有时空漫游的己方，最终受到伤害降低。自身行动结束时，对所有受到本光环影响的己方进行治疗，并驱散2减1。自身被击败时，若场上有虚空投影且没有归于虚空，得触发强力不屈，并使最近的虚空投影进入归于虚空。选右应该不用我再说了吧？你看这个右边和左边差这么多。第7阶左边时空干涉。抉择技能，射程召唤物范围4格对单位。时空置换，选择范围内任意非投影角色与最近的投影交换位置。时空跳跃，选择投影传送至范围内任意地点，且携带1格内所有敌人一起传送。第9阶左边命运校准，穿透射程1到3对单位。造成伤害并使命运刻度推移3，若场上没有虚空投影，或都受到归于虚空效果，则推移6。右边驱散级穿透 Pass。第11阶左边无懈可击改 Pass， 右边急救 Pass。技能推荐，伤害流的话。次元飞弹、星辰坠落，第3个需要什么装什么，可选的是世界的协奏，搭配铃兰、领航信标、大光环、时空干涉、传送、自虚空而来，低星的话可以使用。辅助流的话，辅助类型的技能随便选3个来装。记得带上时空干涉。基本上辅助挺凶的，兼具传送、减 CD、回能和多项 buff， 以上都包含在个性里面，同时还能打弹射弹输出，辅助输出2不误。装备、武器、专武，要抽的话可以先以2星为目标，再来是聚焦。装具则是数值装具都可以。塔罗则是死神和审判，刻印剑杖。接下来是这个角色的懒人包，2星起，最好5星。技能选择右左。那第3阶和第7阶我是建议双开，第11阶随便选一个。技能推荐，次元飞弹、星辰坠落，剩下最后一个你看情况配置技能。武器专武，要抽的话可以先2星为目标，再来是聚焦。装具的话数值装具就好，塔罗、死神
和审判刻印剑杖。那这次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